你是不是也这样喝咖啡？喝之前脑袋就在想，我等一下应该要喝到什么？包装上说有花香，我有没有喝到？如果喝不到，是不是我不够会喝？如果你有过这些念头啊，那真的不是你的问题，因为那一刻啊，你其实不是在喝咖啡，你是在找答案。后来我才发现，那天在咖啡展喝到好像被送到天堂的那一刻啊，其实不是我突然变会喝咖啡了，而是那一瞬间，我放下了那颗一直很想做对的脑袋。在那之前，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，处在同一个模式，一直在比对，一直在确认。我们太努力想喝对了，反而忘记了怎么去感受。为了搞懂这种天堂感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后来读到一位哈佛脑神经科学家吉尔泰勒的故事，他非常传奇哦。身为科学家却经历了一次左脑中风，在那段左脑暂时关闭的经验里啊，他发现我们的大脑其实有不同的分工，有一部分负责逻辑分析与判断，而另一部分呢，则负责感受、连结以及当下的平静。这就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问题可能不在咖啡，而在于我们当下用哪一种方式在喝它。当我们在分析细节、控制变异的时候，我们用的是管理模式，也就是泰勒博士所说的左脑角色，我习惯称它为工程师模式。这颗脑袋其实很重要，没有它，咖啡真的很容易被冲坏。水温差一点，比例跑掉，它会立刻提醒你不对哦。所以我要很诚实的说，好豆、好技术、好设备真的很重要，但他们满足的是我们对正确的执着，他们决定的是这杯咖啡不会犯错。可是很多人做到这一步心里还是会冒出一个疑问：奇怪，为什么我这杯咖啡喝起来没有别人说的那么精彩？明明是90几分的豆子，怎么喝起来只像一堆数据？其实这不是你喝不出风味而是你整个人还卡在那个一直在分析、一直在监控的待命模式里，你还在等着抓漏洞，等着比对答案，所以你的感受入口根本没有打开。那天在咖啡展，当我脱口而出那句“哇哦，我好像被送到天堂了”，我其实是不自觉地退出了待命模式，切换到了泰勒博士说的那个负责连结与感受的右脑，也就是艺术家模式。那一刻我不再当评审了，我没有站在杯子外面看咖啡，我是在咖啡里面。我不再问这是不是茉莉花香，我只是让感官全开，去迎接那种活生生的感受。后来我把咖啡的风味浓缩成这句话：豆子、技术、设备决定你会不会出错，但你的状态决定你会不会被感动。如果你整个人很赶、很紧，很想证明我很懂，你的感受通道其实是关着的。就算给你全世界最好的咖啡，你也只会喝到对不对，永远喝不到美不美。所以后来我会这样看咖啡，风味不完全在杯子里，也不完全在豆子里，而是在某一个瞬间你愿不愿意把那一颗一直很努力、一直想做对的脑袋，先轻轻放下来，给自己3分钟，退出待命，只是好好在场。那时候你会发现，咖啡不再只是一体，它比较像是一场你跟这个世界的对话。